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2月15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的主题有2个，一个是世卫专家在武汉的收获有价值吗？第二个是中国假疫苗有多严重啊？那么这2个新闻，前面这个新闻是持续的发展啊，那么我们之前没有专门讲过这个世卫专家组在武汉的调查。那么过去一段时间呢，这个新闻就陆陆续续的爆出来啊。那么上个星期二，这个世卫专家组在武汉开个记者会啊，就说了一番这个和中国方面说的口吻差不多啊，相匹配的一个这样的调查结果。然后这些调查组就离开了中国啊，到了回国的回国啊，到了美国的到美国啊，然后就陆陆续续的新闻就出来。那么新闻报道出来是专家组和中国方面有激烈的交锋，甚至吵起来。那么世卫专家组还是找到了一些有用的东西啊。第一个2019年12月早期疫情当中174个病例未经处理的原始数据啊，就是现在世卫专家组在问中国要这个174个未经处理的原始数据啊，这是一个。那么中国那边讲，哎呀，我们现在很忙，这些原始的数据呢，我们还没有整理。我们只能告诉你这个结论性的东西，你没整理正好啊，那我要的就是原始数据，你把这原始的病例给我就行啊，这是一个。然后就是2019年年底，武汉首次发现新冠病例之前的2个月，周边地区约有90个人因类似新冠肺炎症状住院。然后他们就要求我进一步去这个90个人的原始数据，实际上就要他的病例啊，要他们的那些资料啊，这是一个啊。那么世卫专家组的组长其实就是这个丹麦籍的食品科学家啊，那么这个叫恩巴雷克2月14号他在 CNN 上面说，他说他们紧急要求武汉那边，武汉那边有几十万份血液样本啊，那么到现在为止啊，那这几十万份就是这段时间收集来的这个几十万份血液样本，他说我们要这个血液样本啊，也是要这个。然后恩巴雷克说，他说他们首次发现2019年12月武汉已经发展出13种病毒株，就是它已经发展出13种啊，13种变异啊。他说他认为这个冠状病毒前年就是2019年12月中旬已经在武汉广泛传播，以及当时武汉才会发展出13种病株，这是一项新的发现啊。那么专家们曾经提出来，冠状病毒可能在2019年12月中旬首次出现之前就已经在中国传播了啊。那么现在他已经发现了这个证据是什么？证据他已经发展出13种病株。那么13种病株按照他这个变异的周期来算的话，它能算出来，就是说这个普遍的传播的时间是在12月中旬以前啊，就是有证据了啊，有证据。那么恩巴雷克透露，那么中国科学家向世卫组织专家提供2019年12月武汉及周边地区174个冠状病毒疾病的病例资料，其中100例经实验室检测确诊，另外74例是根据患者的症状做出的临床判断。恩巴雷克提到，实际上的病例数可能更高，
武汉可能在2019年12月就已经有超过1000个感染1000人感染冠状肺炎。他说，尽管我们没有建立过模型，但是我们知道大体的数字是在感染人群当中，大约有15%的人出现了严重的症状，那么绝大多数是轻度症状。他进一步说，他说一些病例来自于华南海鲜市场就是专家认为最早是发源地的地方，还有一些病例与市场无关，这就已经否定了华南海鲜市场是源头的这个说法悉尼大学病毒学家霍姆斯教授支持这个新冠病毒2019年12月中旬之前就已经在人群中传播的推论。他说，由于2019年12月从武汉采集的SRS-CoV-2 序列中已经存在基因的多样性。这个基因的多样性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病毒传播至少比那个月长了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它产生多样性，就说明它基因变异。基因变异是需要时间他解释说，发现的变异毒株数量多，表明冠状病毒在2019年12月之前已经传播超过1个月，而在华南市场被检测到之前有一段时间的隐秘的传播，就是在华南海鲜市场检测之前就已经传播了，就是悄无声的传了一段时间那么4位组织专家是1月14号抵达武汉，然后就隔离了2周，然后就进行这个武汉肺炎疫情的溯源工作溯源调查。那么他们去了海鲜市场，也去了这个病毒研究所最后他们得出的结论在武汉开了个记者会，得出结论说，实验室泄露引发的这个疫情极为不可能，然后病毒通过中间宿主传播给人类仍然是最有可能的感染路径。同时，对于冷链动物制品是否可能成为病毒引入的渠道，仍然需要进一步探索然后是2月10号这个调查结束那当然国际社会并不买账美国白宫2月13号发表声明，对世卫疫情调查初步结果深表关注，也对达成调查结论的过程有质疑那么白宫要求中国公开新冠状病毒爆发初期的数据，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那几个数据那么英国首相约翰逊也在媒体上说他说他与拜登总统密切合作的第一个优先事项就是领导全球合作，查明疫情的真相。看见没有？来了他说完全支持拜登政府周6发表的声明该声明对中国可能干预世界卫生组织溯源调查结果表示关注约翰逊说，我们需要查看数据，我们需要看到所有的证据这是约翰逊。然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公开喊话，要求中国全面公开疫情初期数据。他说，我们需要确切知道它是如何发生的，即使长期以来的假设，如果在海鲜市场最先出现了新冠病毒，世卫组织的调查也是模糊的他说，我们关注病毒调查的早期结果的沟通方式，以及用于达成这些调查结果的过程的问题。至关重要的是这份报告必须是独立的，专家调查结果不受中国政府干预或者不被改动这是。然后这个现在就很多的媒体
说这个双方调查组跟中国当局呢，就是卫健委啊，激烈交锋啊，甚至激烈争吵啊，那么等等啊，那么世卫的专家组其实是做了一个妥协，什么妥协呢？就是你让我说什么，我说，但是你得把那些数据给我。那么大概是一个这样的交换啊，但这个策略成不成功不好说，但是肯定是一点啊，就是说，我就是专家组去之前，我就认为专家组应该去，必须去到现场，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你看，专家跑到那里去，他们知道他们想要什么，而且他们很容易发现我们没法理解的事情，他们能理解很多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有些人说啊，这个这都多长时间了？现在去考古发现嘛，考古发现也是能发现的，要不怎么叫专家呢？啊，那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件事情。我们分析3件事啊。第一件事情，为什么中国让这个世卫调查组去武汉啊？这个我之前有记者采访我的时候，我也说过这个，我简单的说一下我的看法。大概是2件事啊。这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当然跟拜登有关系啊。为什么中国会让这个世卫调查组去武汉，和拜登有关？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拜登肯定是要回世卫组织的，会让美国重新加入世卫的啊。那么这件事情意味着什么？如果美国推动这件事情的继续的发生，就是调查真相、调查这个源头这件事情的进行，那意味着什么？如果美国重返世卫，那么美国肯定会想办法推动世卫做一个调查。那在美国还没有掌握世卫之前，那么现在世卫还是在中国的影响力更大的时候，让世卫来调查，更对中国更有利。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让世卫组织的调查组去武汉的原因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当然中国也有一个他自己认为他有把握的事情啊，他有把握2件事。第一件事，他有把握的是世卫组织在武汉的行程，他完全可以控制啊。你看上来就让他隔离2星期啊，隔离2星期，把这时间压到最短啊，只剩下2个星期的时间啊，2个星期的时间迎狼送网2下，剩下时间不多啊，所以他能控制这个世卫在武汉的行程，这第一个。第二个，他们也能控制世卫调查之后的给出的结论啊，他们认为是可以啊，所以实际上这件事情的确是按照他们中国方面想要的去发生。但是问题是他们忽略了2点。第一点，世卫的专家都不是打酱油的啊，都是专家来的，他们是行家到现场，那跟一般的人去，跟记者跑到现场去呢，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啊，这个世卫这专家虽然时间非常有限，但是他们的确拿到了很多东西。拿到东西并不是说他手上拿到了什么实在的东西，他们知道要什么了，至少他看到了，这个我要。你看，你之前没有人去，你只能呼吁啊，提高透明度啊，讲很虚的东西。现在人去了，他开始要东西了，这事麻烦大了。为什么？你给不给吧？你不给呢？你不给说不过去啊！全人类的健康握在你手里，你不给不惹众怒吗？你给吧，你怎么知道他们会从原始数据里面分析出什么东西来？那就不是那些中国那些草包专家能想象的。
那心里太不踏实。所以你可以看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就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专家组去武汉，超出了中国方面的预期，就是他们找到的东西超出他们的预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方面会让世卫调查组去武汉，因为他知道他挡不住，迟早得去，因为这不是一个国家，不仅仅是美国，也不仅仅是西方国家，全人类都会要求去查个水落石出。你不让人去，他就现在你要来是吧？好，我让你来，在我能够掌握的情况下，赶紧让你来。好，你来完之后，我后面呢，我就不让你来。为什么？因为你已经来过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面，我觉得中国方面的思维是这种思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从这一次这个世卫出来讲的这话，你可以看到啊，调查组真的是一无所获吗？不是的啊，调查组收获非常大。调查组现在手上掌握的证据，已经把中国对外公布的疫情的时间大大的往前推了啊，现在已经大大的往前推，至少推了一个月的时间。那你想一下，你拿他们掌握的证据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中国发生疫情的情况是往前推到什么时候？推到12月份初期，12月初，至少是12月初。那么疫情12月初已经发生了，你手上的证据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那说明什么？其实现在他们手上的结论已经能够证明什么？中国政府在疫情初期隐瞒啊，中国政府在疫情初期隐瞒，所以调查组去武汉收获甚丰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目前的局势啊，目前的局势，中国会难过，难过在哪里？那你可以看一下，第一个，世卫开始这些专家不放过他们了，他们要数据，1、2、3、4，至少有4个，他们要4个数据，而且这4个数据很厉害，几十万血液样本，你这个东西得了，那这个上来，那可以不知道分析出什么东西来，所以世卫会向他施加压力要这些原始数据。好，美国和西方国家一下就找到说法了，那这正好有个把手，那就使劲施加压力。那现在中国这边就很难办，给吗？心里不踏实，不给吧，交代不过去。你人都让人去了，你这个材料再不给别人，你怎么说？而且你别忘了，你给的这些材料之后，你后续跟这材料有关的材料，你可能还得给。所以这个绳子一牵，后面出来了一头牛啊！现在情况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啊，所以我们会继续跟进这个相关的局势，好吗？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讲讲中国的假疫苗，中国假疫苗有多么严重啊？中国自己本身的疫苗计划不透明，所以它才会形成一个，我讲它是世界级的奇观，就是假疫苗。假疫苗来自中国，只在中国发生过假疫苗，而且这个假疫苗不仅在中国发生，而且蔓延到海外啊，蔓延到海外。那么最高检察院最近要求全国各级检察机关针对这个武汉肺炎疫苗的犯罪，配合公安机关迅速行动予以打击啊，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及时逮捕起诉啊。那么截止2月10号，全国检察机关共逮捕了70名犯罪嫌疑人，
多少起案件？21起案件，21起案件办了，全国的检察机关办了21起案件，抓了70个人啊。那么新华社今年2月2号说报道说，这个公安部破获一起特大制售假疫苗的这个案件，然后这个江苏、北京、山东啊等地公安机关联合一起破获的啊，抓了多少人？80人，一个案件抓了80个人，现场查扣疫苗3000支，他就不报，他不报已经查过多少个疫苗，就怕引起恐慌啊！靠，因为你这一口气卖了那么多疫苗，什么意思啊？什么情况啊？那么市场上不是很多假疫苗，他就不说，他只说现场查到了3000支，他卖出去多少支不说啊。那么今天这个最高检察院公布了一个案情，这个案情是什么呢？讲什么呢？讲一个案子，一个姓孔的和一个姓乔的啊，他们就开始这个9月份开始干啊，准备做假疫苗牟利啊，然后这个然后就是他公布这个一个姓孔，去年8月份开始，有一个姓孔的跟姓乔的，他开始制作这个假疫苗。他怎么做的呢？跑到互联网上查询这个真疫苗的针剂的样式和包装的样式啊，然后呢再买那个预灌封，就是装的这个注射器啊，叫预灌封注射器，然后用生理盐水打不死人啊，所以生理盐水做这个假疫苗，然后包装起来，还从老家找了3名亲友来帮忙制作。然后到后来呢，这个叫什么？这个生理盐水不够了，就用矿泉水代替啊。那然后还特别印制了新冠肺炎灭活疫苗标签和包装盒，然后就跟别人说是从内部拿到的正品疫苗正品，就把这个假疫苗批发给别人，让人代销啊。那么2020年11月，孔某被抓，然后孔某、乔某制造并销售假疫苗多少呢？5.8万支，牟利多少？1800万啊，1800万。然后他还公布的其他几起案例啊，包括什么呢？委托乡村医生啊，在住处、在汽车里面，这个为购买者接种，在自己家里、在汽车里面给别人接种这个假的疫苗，然后不法分子高价安排不符合条件的人员到医院参与到紧急接种计划中，甚至通过微信对外发布广告招揽客源，伪造企业员工证明、出国务工证明和机票行程单全套接种文件，就是他去接种文件，然后就把整套文件接种了。中国是这个东南亚办证集团就把这全部给办了啊，然后收取高额的费用。还有不法分子将假疫苗走私出国，败坏国家形象，我不知道国家有什么形象啊。那么有多少个走私出国的情况啊？我数给大家听。南非10月16号，南非中国驻南非使馆发布公告说接到反映说有人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广告，在南非当地兜售所谓的新冠肺炎疫苗，引发侨胞质疑。然后11月23号再发一个通告，说有侨胞向使馆举报不法分子卖假疫苗，然后他就是这个驻南非使馆正在和当地警方合作追查这是一个然后罗马尼亚
罗马尼亚媒体报道说，就是也是2020年啊，这个11月份啊，那么罗马不是罗马尼亚，意大利罗马部分家庭医生发现，不少民众正在私下使用一款新冠肺炎疫苗。那么家庭医生向这个罗马医生协会反映，目前这个怀疑是假疫苗，要求进行管控，呼吁大家不要去注射啊。然后这个10月18号，中国驻意大利使馆发布提醒，说这个意大利政府和迄今没有跟中国疫苗研发团队合作接洽，那么意大利政府也没有批准任何疫苗上市啊，所以要大家小心啊。这是意大利，然后是安哥拉中国使馆，你看见没有啊？说这个中国疫苗现在还在3期啊，11月11号，这11月11号的时候还没有批准出口。菲律宾啊，10月30号，中国驻菲律宾使馆说，菲律宾政府到目前为止没有批准任何一支疫苗展开临床试验啊。澳大利亚有人在澳大利亚卖中国生产的新冠疫苗，2剂350澳元啊，折合人民币1758元，这是澳大利亚。然后日本说日本媒体报道，有人在日本销售中国国产疫苗啊，而且不少人已经接种了。然后中国驻日本大使跑出来辟谣啊，那么这个情况非常的，我们现在数过来看，有10几个国家啊，中国的假疫苗已经跑到10几个国家，影响大吗？影响不大，不会使领馆跑出来这个出公告，对吗？啊，那么出现假疫苗的问题根源是什么？问题的根源当然是不法之徒牟利，但是另外一个原因，什么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来自中国政府啊。中国政府的问题出在哪里？不透明啊。中国政府有3个不透明。第一个，中国现有的疫苗厂家研制的疫苗透明度非常的低啊。那么没有全面公布这个临床的数据，就是这些厂家的这个疫苗本身的研制临床数据不透明不公开，这是第一个。所以这个不公开呢，让大家对国产疫苗没有信心，这是第一个不透明。第二个，中国到底核准了几家疫苗也没有透明度啊。你核准以后，你应该公示，然后在媒体上告诉大家啊。我到现在我查了一下，国药集团的这个批文没有正式讲过啊，所以中国核准了哪家的疫苗，它叫什么名字没有讲过，没有向公众交代清楚。批准了多少家，名称是什么，价格什么没有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中国政府的接种计划不透明，中国政府中央政府没有一个向海内外公布一个他们接种计划是怎样啊，然后各个省市都没有公布当地的接种计划和接种的安排。那么而且中国这个接种疫苗不公开，鬼鬼祟祟啊，一会儿找人去调查，一会儿找人去问别人意愿，又半强迫，又这个说是说这个自愿，然后又强制半强制的，鬼鬼祟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样，到底怎么弄没有啊，所以搞得鬼鬼祟祟，所以这些不法分子才有机可乘啊。
那么我这里跟大家正式的讲2点啊。第一个，中国正式批准的疫苗就2种，第一种就是去年12月，2020年12月，国药集团叫中国生物的灭活疫苗，这是第一个，叫中国生物啊，大家要看的中国生物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2月5号批准的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公司也是灭活疫苗，叫科尔莱福啊，叫科尔莱福。那个中国生物的疫苗名称我没有啊，那么大家留意啊，如果不是这2种，那肯定在中国境内，要么就是 BioNTech 跟那个复星啊，那么他们有没有上市？我印象中还没有上市啊，那到底怎么样了？现在也没有公布啊，所以透明度不高，导致了不法分子这个有机可乘，坑害这个中国的老百姓啊，这是一个非常不耻的事情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总结一下2件事。第一件事情，世卫专家组去武汉溯源调查，收获甚丰啊。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中国的假疫苗祸害国内的老百姓，也祸害海外的华人啊。那么请大家留意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好吗 ？OK， 我们看看今天大家有什么高见。今天我们这边是初4，那么中国大陆已经是初5了啊，初5了。那么你们那边应该还没上班啊，还是假期啊。明谢 Mike 猪，谢谢 Job Smith， 谢谢。观点：造假的源头在中南海，从上骗到下，从来不让老百姓知道真相。疫情上再欺骗全世界，却要求底层韭菜有道德标准，这不是笑话吗？是的，源头在中南海，这是对的啊。观点：中国什么不能作假？提供原始数据也可能是假的。观点：世卫以后还是会有些发现的。以前世卫公布过2019年中国的非洲猪瘟是俄罗斯传入的，他们专业能力还是很强。那当然，那世界顶级的专家都是世界顶级的专家啊。观点：逮起来的假疫苗是因为没有后台。看看饶毅对学术造假的质疑，他们只不过是有后台造假集团而已啊。观点：假疫苗事件凸显中国的医疗体系跟制度是如何的不健全，这在先进国家根本不可能发生。中国人民对医疗措施的认知程度是不足的。假疫苗事件凸显了中国的医疗体系制度不足不健全。中国的医疗体系不健全，岂止是中国的医疗体系不健全，中国就不是个健全的国家啊，这是一个不健全的国家，或者我用我经常表达的方式叫它的国家特征不明显啊，你看中共更像个黑社会啊，黑社会。提问：不明白国内海关怎么能让所谓的假疫苗流到海外去？他不说走私嘛？肯定就走私了啊。观点：王老师关于世卫新发现的报道，给新冠真相将大白于天下带来了希望。是这样的啊，就是说，世卫调查组去武汉的时候，很多人说风凉话。我是觉得这怎么看得到吗？该洗的洗，该擦的擦都擦完了，不是的，这个世界上没那么简单。很多人我们经常一言以蔽之啊，中国人喜欢一言以蔽之。我们最好不要这样，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很多事情都没有意义了
但是大家记住，很多关键性的发展，很多关键性的步骤都是在我们觉得哎呀没什么戏的情况下发生。所以我们要把握每一个机会，把握每一个可能把握住的机会，去追寻我们能够追寻的真相啊，这个很重要。在过去就算我们在这个节目开始以来，我们都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事情不断的是在上演。所以世卫去武汉，从现在翻过头来去看是有价值的，是值得一去的，而且我们应该保持一个正面的态度去看待这些事情。大家不要忘记了，去世卫的这些人真是都是世界顶级的专家，他们不是浪得虚名啊，不是浪得虚名。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啊！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